不上。宝贝，马上就到家了。近日，国际金融新贵西门礼晨正式归国，深耕海外金融领域多年。西门礼晨，江婉之，你他妈怎么开车的？操，你他妈完了你！西门礼晨，小叔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回国怎么也不通知一声，我好去机场接你啊。这就我那未婚妻江婉之，车技烂死。小叔叔，你没受伤吧？滚！好嘞，我这就让他滚。我让你滚，他留下。江婉之，你自己闯的祸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有想我吗？钱没有。西门先生，今天的车祸责任在我，给您造成困扰，很抱歉。抱歉没用，你要对我负全责。请问怎么赔偿1390万，给你个友情价1400万，怎么支付？谢谢啊，不过我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。不是找了个有钱的未婚夫，这点钱他都舍不得给你花。3天之内联系我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赔人。1390万，把你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啊！要不你再去求求西门礼晨，他好歹是你前男友，念在旧情。你不懂他，西门礼晨这个人极端有手段，报复心极强，去求他就是羊入虎口。那怎么办？真赔钱啊！车是傅恒月为了跟他那个小三调情才撞的，这笔钱必须他来出。傅少，你联姻多久了，还没把人搞到手？我们还指望你检验检验，他大学是不是真被人包养过？你说江婉之啊，脸长得倒是好看，人跟木头似的，玩到手小爷就把他甩了。钱，江婉之，好歹也是未婚夫妻，怎么开口？你当着大伙的面亲我一口，事儿我就帮你摆平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老子亲你！打扰你。不打扰，小叔叔你来的正好，只要他肯亲我一口，我就替他求求情。替他求情？是。那你也配？
堂堂西门大少爷，难道是耐不住寂寞，想挖自己侄子的墙角了？听起来挺刺激的，不是吗？败类！喂，陈哥，你真回国了？你前女友跟你侄子好上了？你当年怎么放狠话的来着？分手就分手，求和的是狗，真不愧是我陈哥。陈哥，陈哥，喂，说话呀！听你妈！老子刚他妈哄好的人。乖乖，你再不上车，所有人都会猜到我们关系匪浅。别听迟潇在电话里胡说八道。江婉之，我后悔了。分手了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当然有，分了也可以复合。你难道不觉得这小区很熟悉吗？难不成西门先生还想上楼坐坐？好啊，不行，可是我的外套还在你家。丢了。行，没记错的话，那件西服定制价56万，我一起给你寄着。明天还你。我的侄子会不会偷看我？哪怕一眼？西门，明晚我生日要办件大事，你市区那套带露天泳池的别墅，借我办个 party 呗，费用你定。随便。那行，我们系出了名的美女多，有空可以过来一起玩啊。江婉之去吗？不知道啊，这种聚会江大校花都是看心情的吧？再看吧。江婉之，你必须跟我回老宅找爷爷拿钱还债。滚！你装清高，我小叔叔还帮你。小心我回头跟了他，你还得叫我小婶婶。把那个叫孙谦的女3号换掉。江婉之，你凭什么把我换了？你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？傅少已经把你玩腻了。给你脸了。江婉之，你敢打我？总裁来了。总裁，您看到了，江婉之滥用职权，公报私仇殴打演员。江婉之，跟我来。芝芝，我更想听到你是因为看不惯而把他换掉，更喜欢你说西门李晨我讨厌他，你帮我整死他，这才是我的芝芝宝宝。看来西门先生对于前男友的身份还不太适应。江婉之，我当初大概是傻逼了，才会相信你编造的分手理由。江婉之，你到底留不留我？出去把门关好。那天后，我去了美国，发疯般打探他的消息，却死忍着没出现，直到得知他联姻了。我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先出去了。芝芝，我这次回来不会再走了。闹到总裁面前了，够他喝一壶的。芝姐，没事吧？没有什么事。
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收工吧。哦！哎，我们家若若才刚来，你们要收工也得先把戏试完再收吧。芝姐，这是颜若若资本砸出来的新晋流量小花，据说即将成为咱们老板的未婚妻。不好意思，现在已经过了试戏时间，我还有私事要处理，明天你们可以再过来。江 PD， 我来试戏只是走个流程，顺便给你个面子，你这样的态度不太好吧？我还是第一次见西门先生公司里的员工这么不负责。那让西门李晨给你试戏吧，我下班了。西门先生，西门李晨，你干什么？别闹，他是有事才来的。所以呢，去同一个地方，选他还是选我？你幼不幼稚？选我，宝宝。芝芝，什么时候分手啊？西门先生什么时候订婚？和你吗？和你的话随时都可以，我只想娶你。哈哈哈，想不到是阿晨先到啊！芷芷怎么也在车上？刚好碰上。芷芷和小叔叔第一次见面，也得正式叫个人吧。小叔叔，阿晨，你今年也快27了，这次回国可不能忘记人生大事啊！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？像芝芝这样的就不错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慢点吃。小叔叔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能有什么意思？等等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先把钱给我。江婉之，我认真的考虑过了，只要你肯踏踏实实的跟我，我保证再也不去外面乱玩。我劝你在我骂人前赶紧滚，没人稀罕你所谓的浪子回头，别脏了我的眼睛。是谁啊？稍等一下。你跑来我房间干什么？你出去！宝宝，我刚才看见傅恒月找你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想知道就问他去啊！你放开，我要呼吸不过来了。芝芝啊，你应该还没睡吧？奶奶找你有事儿。是奶奶在外面，你快放开我！宝宝，求我。芝芝，你在吗？求你了。好。傅奶奶，您进来吧。芝芝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恒月完婚啊？恒月这孩子喜欢你喜欢的紧。这个坏男人在干什么？那是什么声音？可能是我刚才出来的太急了，洗漱用品没放好。傅奶奶，我还不想这么早结婚。好吧，你别有压力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奶奶都支持你。谢谢奶奶。那你早点睡，我也回去休息了。好的，傅奶奶。
我送您出去。你刚为什么故意制造动静？东西还我！宝宝，你冤枉我了。放开我！亲我一下就还你。宝宝，你亲亲我，哄哄我，好不好？上次你借我的外套还在干洗店，撞车的钱我先还你，劝你以后别多事。宝宝，你拿别的男人的钱来还我。你不要可以还给我，1000多万就这么撕了，败家男人！败家吗？钱都归你。败家吗？我们复合，钱都归你。不要，你快走！同意一下我的好友金球，我马上走。怎么支付失败？钱都还你了，还加好友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密码？还真猜中了，这么多年还是用6个8的密码。宝宝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们明天见。不听，我才不是你宝宝！真不要脸！恒月还没醒，正好阿晨要去公司，让你小叔叔顺便送你吧。和小叔叔比什么闲？变态！晚上有空吗？怎么？有需求？江婉之，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男人。是啊，宝宝，我见你就想入非非，每时每刻。没空，不约。我只是想带你去个饭局，江皮皮在想什么？谁想了？你慢慢想吧。听说你是傅恒月的未婚妻，既然西门先生是傅少的小叔叔，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追求西门先生？不好意思，我和西门礼晨并不熟，恐怕帮不到你。万一发现他喜欢我这挂的，你就不怕弄出事来？江志骗人多虑了，西门先生肯定更喜欢私下奔放的，绝不可能看上你这个窝边草。大家周末加班辛苦了，今天的早餐我请。烟熏3鱼不加牛油果的。小子，你坐这儿干嘛？他们不是瞎子。轻度过敏，也最好不要喝咖啡。这是颜若若带给我的。宝贝，工作顺利，记得想我。
江婉之太嚣张了，能不能让她从傅恒月未婚妻的位置上滚下来，就看你肚子争不争气了。若若姐，我怀孕了！颜若若甩脸色，大家都以为是总裁授意你用她的。我承认西门里程的早餐味道不错，但还不足以收买我。谢谢江 PD 的夸奖。不客气，让您破费了。两人看起来哪哪都不熟，却硬是配一脸，这是什么神仙间离婚感 CP？ 谢谢，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。换衣间在左边，你先去换衣服吧。蒋欣琪对你这态度，绝逼是喜欢你。我给你带了泳衣，在更衣室，快去换。有帅哥手把手教，还怕学不会游泳？你不会游泳还去深水区？谢谢你救我。那同学，你可以教我游泳吗？想泡哥哥？宝宝，你打算这样出去见那些人吗？你跑到这来干什么？这是女更衣室。你要是不对我冷暴力，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找你？你跟我说晚上没空不回消息，就是因为蒋欣琪。他过生日啊，况且我现在是有婚约在身的人，你忘了吗，小叔叔？学会拿身份压我了，宝宝，我就喜欢你这股劲。别理会外面的野男人，室外凉多穿点衣服，记得回我信息，不然我会没有安全感。你一个前男友要什么安全感？前男友也是男友，你今晚很美，但也要记得拒绝别人。哪来的外套啊？这胸口的图腾是我一个朋友的，西门李晨。大学时他在游泳馆救过你，恰巧他今天也来了，我带你去见见他吧。不用了，我跟他不熟。齐哥，既然江婉之他不想去，我跟你去吧。你们聊。江婉之，今天晚上都是熟人局，裹得这么严实，都多大了，还玩大学时小白花那套呢？装给谁看？不好意思啊，大概只是你的熟人局吧。不过你就算是穿成这样，好像也没什么人愿意看啊。别怕，我在。怎么还是只小寒鸭子？你才是鸭子！你放我下来！哥哥救了你2次，江小姐就没什么要表示的。谢谢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我们是人，宝宝。西门李晨，松开！别乱提。芝芝，你们刚才……我不小心踩空了，是他把我救上来的。人没事就好。西门，谢谢你救了芝芝，轮不到你来谢。若若，你陪芝芝去换身衣服吧，一会儿包厢见，我们大家一起快0点。江婉之，怎么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只会玩溺水这一套？早就听说你大学试图博取西门李晨的注意，结果尚未不成被群嘲。你该不会以为故技重施就有用了吧？你又知道了？你那点破事我随便查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查出西门李晨的初恋女友是谁了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是谁也不可能是你！天哪，西门少爷居然也来了！你坐过去点儿。放松点，宝贝。你这样让我怎么放松？小叔叔请自重。别紧张，要不要听听台上那位怎么说？请大家过来一下，借着今天过生日的机会，我想认真的宣布一件事情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早日追到她，给她幸福。生日快乐！
宝宝，我不快乐。蒋婉之，你跑什么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和蒋欣琪勾搭上了？那他刚才说话的时候总看着你是怎么回事？你问他呀，有病就去治。傅少，你怎么刚刚看见人家都不打招呼啊？人家这些天好想你啊！你他妈分不分得清场合？哥哥，我不怕受委屈，可是现在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难道也要看他脸色吗？我知道你现在被江婉之逼着完婚，没关系，不管多久，我和宝宝都愿意等你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好棒打鸳鸯，婚退了，你们随意。芝芝，你听我解释。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自己把烂摊子收了。满意了？嗯。你特地把傅恒月带来制造退婚的戏码，现在装无辜会不会太欲盖弥彰了些？宝宝，你把我想的这么坏，我会很伤心的。事情不是我设计的，但结果我的确很满意。宝宝，车在这边。芝芝，你往哪儿开呢？去我家。不要。宝宝，你喝醉了，那我去你家。西门礼晨，我还没醉到不省人事。不要什么，这和你跟我回家并不冲突。宝宝，你现在是单身，无人骑你。身上纹的是什么？回去脱了给你看。一个人能行吗？有什么事喊我。陈哥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把芝芝带哪儿去了？我家。你把芝芝带回你家干什么？她喝醉了，让一个喝醉酒的单身女性被陌生男人带回家，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妥？陌生。西门，帮我拿一下内衣。来了。老婆，蒋欣琪刚才打电话来了。关我什么事？你出生了。你干什么？等着伺候你。江婉之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西门，你这样下去我很难拒绝你啊。跟我谈恋爱不爽吗？晚安，宝贝。故意的，这狗男人绝对是故意的。江 PD，你上新闻了，知不知道啊？现在所有媒体都说你被傅家少爷傅恒月退婚了，傅家还放话说要对我们接下来拍摄的剧进行撤资，这放的什么屁？谁提的撤资？应该是傅家老夫人的决定。其他投资方顾及傅家的颜面，态度也开始变得摇晃不定了。这样，你先维护好剧组的情况，我马上过来公司。芷芷姐姐，你怎么在哥哥家？盛行。行了，刚回国就先在我这儿住2天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晚上敢在家宴上说错一句话，
你就给我滚回伦敦去。哥，你和芷芷姐复合了？现在就想滚回去？方便让人送我去趟公司吗？快点。宝宝，我还是喜欢你命令我的样子。变态。盛行这几年都在伦敦吗？江婉之，坐在我的车上再聊别的男人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就随便问问，把我送进地下车库，本来媒体就传我和蒋欣琪不清不楚，到时候再拍到我从你车上下来，还以为我跟你也有意图呢。难道没有吗？我小叔叔来了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小叔叔，你们怎么是一起过来的？你千万别被他迷惑住了。江婉之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她接近你肯定是有目的的。我怕的是他没有目的。不好意思来晚了，有哪位是要解约撤资的？江 PD， 西门先生，这都是误会，今天这事儿纯属闹了个笑话，我们就当没发生过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改天我登门拜谢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这些解约合同我会全部让法务对接，违约金该怎么赔就是赔。江 PD， 项目都要黄了，还有心思说笑呢？凭借一己之力把资方全劝退，真是不顾底下人的死活。江 PD 别发愁，要是有困难随时开口，我爸爸在圈内有不少人脉，或许能帮江 PD 救救急。没人通知你吗？我的项目已经被承包了。你说什么？谁会接你这个烂摊子？我说西门李晨就是我的人脉。我说西门李晨就是我的人脉。西门李晨就是我的人脉，真好听。东西还我。江婉之，你拿什么说你不爱我？别再丢下我。你来干什么？快起来，我要工作了，我还要想办法搞钱拉投资。宝宝，西门李晨，别闹！摆着哥哥这么大个金主不要，你还想找谁？你的项目我承包了。既然你要出资，那我给你讲讲方案。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？宝宝，过目不忘。影视剧不能保证创收，你就不怕亏本？是你不让我找别人的，亏了你可要全盘接受。你会让我亏吗？亏了拿你的人赔就行。回你自己的办公室去，我要去吃饭了，不许跟着我，少在公司给我惹闲话。行，我走。吓死我了！刚在门口碰到总裁，不管 boss 长得多帅，那眼神一扫过来，狗都害怕。别怕，他不吃人。好饿啊，许涵，我们快去吃饭吧。走走走。西门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？我为了你的项目忙得昏天黑地，你想让我姑姑的繁盛给剧组做服装赞助，我把资料都发你了，你好歹看一眼啊。西门总，喂，我跟你磨了半天你不看，他一拿来你就直接签。池潇想问你，剧组需不需要服装品牌赞助？樊尚的资料我帮你看过了，还不错，你觉得合适可以谈谈。樊尚可以啊，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的设计，希望能和秦小姐约个时间聊聊。事不宜迟，我看就今晚怎么样？行啊，晚上见。收好你的东西。好香，栀子香。走吧。
你下次能不能别开这么引人注目的车来接我？只是去谈个普通合作，你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我们。我没有便宜的车，误会什么？你认真开车。伯父问你什么时候回傅家老宅吃饭，你不回来，我在家里都要被他们盘问疯了。不知道谁把颜若若一家都请来了。那阵仗看样子就等你呢。盛行，你哥哥那边怎么说呀？父亲伯父，我哥有急事找我，先走了。是芝芝来了吗？久仰啊，本人真的好漂亮啊！幸会幸会，你也很美啊，秦小姐。合作愉快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开始，要不我们去楼下酒吧喝一杯？好啊。我喝酒了。该回家了，宝宝。不嘛，我要跟舒姐一起睡。江小姐一个人啊，一起喝一杯啊？我不喝，我在等我男朋友来接我。没听说江小姐有男朋友啊？今晚我要是喝不过你，我就给你当男朋友。西门，你来的好快啊！不要，你放我下来！乖一点。喝这么多，信息也不回。久等了。乖，别动了，宝宝。哥哥好累。我要上厕所。你能不能穿件衣服？别走，陪我睡会儿。已经陪完了。混蛋，你又骗我！失礼了，盛行少爷，先生还在休息，都下午3点了，哥哥怎么可能还没醒？还有他昨晚为什么住在这儿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恐怕不方便，因为少奶奶她也在。那等哥哥醒了，我再联系他。西门李琛和江婉之是不是在里面？他们是不是睡了？滚！你干什么？疯了吗？严小姐，疯子！该死的小疯子！严小姐，您怎么不小心摔了？什么叫我自己摔了？刚才盛行打我，你是瞎了吗？盛行少爷对外人是绝不可能如此失礼的，如果失礼，那也是那个人活该。我让人安排您去医院处理伤口，至于这边，请您以后都不要再踏足了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放开我！我要见西门，我要见他！我自己来吧。江婉之，你要对老子负责。西门先生想让我怎么负责？
宝宝，你真的一点都没想过跟我重新开始吗？这些天发生的事，对你来说难道是玩玩而已？宝宝，我唯一能调查到的、能想到的，当初让你和我分手的合理原因，只能是因为我们的家事。可是，不管当年是什么导致我们分手，事情过去了3年，你要相信现在的我，有足够能力处理好我们以后会面对的所有问题，至少保留我追求你的资格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爱不就是这样，让高傲者低头，前孽者勇敢。我真的饿了。好，我已经让人做了你爱吃的菜，走吧，我们去餐厅。这不是有我穿的衣服吗？当然有，只不过我想看你穿我的衣服。变态！完了，昨天没做错事，最佳避孕的24小时都要过了。那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下午你睡着的时候我喂过药了，家族医生研发的避孕药危害极小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抱歉宝贝。那就好。既然这样，你顺便把我送回去吧。不再住一晚吗？明天直接送你去公司。你是真想弄死我？不会，我舍不得。有病！别把我骂爽了，宝宝。借我开开。西门先生确定要把你这么高的身价赌在我的车技上？真要出事了，就拿江小姐的人赔。赔，就知道拿人赔。西门先生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马上要出发了。遵命。真想把人赔给我吗？想什么呢？开车还分心。你身上那个女孩和哈士奇的纹身什么时候纹的？分手那年纹的。分手后我带芭比去了美国，碰上金融中心暴乱，当时情况混乱，有人想借机要我的命。撤离时，芭比从我手里挣脱，跑在前面的浓烟里瘫了。临上车前，突然中了2枪，没抢救过来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这些。傻瓜，哥哥说了，对不起没用，对我负责才有用。知道了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会好好考虑复合的事情的，你给我点时间。宝宝，来日方长。
这车开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和它主人一样帅，我很喜欢。真的很喜欢吗？当然，布加迪是我想开的车，西门里琛是我想要的人，满意了吗？江婉之，我的一切都是你。即便是吊着我也没关系，我很会咬钩。李晨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昨天没回来吃晚饭，今天要不要过来？你爷爷到现在都还没睡，就盼着你回来陪他说说话呢。所以你们想清楚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了？我和江婉熙分手，你们在其中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江家破产时，你们干预了吗？没有干预江家破产，当初你爷爷甚至想过认真的考察他，但他背景经不起查。父亲好赌，被外围女掏空资产，母亲精神状态也出了问题。不管是从门当户对，还是从基因的角度考虑，我们怎么能放任你和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在一起？你们之间没有缘分，不合适。我觉得合适就够了。我的妻子只会是江婉姬，至于你们什么态度，随意。若是非要干涉，那就磨刀较两较，看看是老牌世家的财阀势力笑到最后，还是我抱得美人归。李晨，我们尊重你，也请给我们一些时间。反了天了！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家族都不要了。还有盛行又是怎么回事？在庄园平白无故对严氏千金动手，人家长辈们都找到家里来了，他让我脸面往哪搁？混账两兄弟没一个省心的。爸，要不让阿胜尽快回英国吧，他自己偷偷复学回来，太不懂事了。谢兴再不离开京北，照着如今这局面发展下去，必定会出大事，绝不能再重蹈3年前的覆辙。回去什么回去？把人全丢在国外，放任不管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你看看这一个两个的，在国外待久了，都不知道哪里才是家。父亲息怒，我们会想办法好好跟孩子们沟通的。不管你们怎么做，明天必须让我见到他们兄弟俩，否则你们也别踏进这个家门了。别把那俩崽子逼得太紧了，遭罪。一记恨就是3年，直到现在都没缓和。你倒是管管。盛行那小子，我媳妇儿都管不住，我哪有说话的份儿？李真那边就更不用说了。不过，很有必要提醒你们一句，别轻易动江婉之，风险很大，可别得不偿失。江婉之啊，还算有点本事，当初几乎差一点就打动我们了，只可惜有时候太聪明了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一听到你回来，我就立刻推了晚上的酒堂。江婉之，你别告诉我，你和西门李晨睡了。睡了。你疯了！当年你把他甩得那么狠，他现在回来就是个活脱脱的阎王爷，你就不怕他是在报复你，玩弄你的感情？夏夏，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报复不报复的？我这不叫被玩弄，那叫什么？这叫偷吃。偷吃？毕竟他身材那么好，腹肌那么硬，放着也是浪费。再说了，是他亲口说要重新追求我的。严若若呢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到？全剧组就等他一个人了。催什么催啊？路上堵车怪我喽。
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看，若若，这里的情绪应该再饱满一点。这破台词写的狗屁不通，让我怎么演？我今天状态不好，不拍了。颜若若，剧组每天的场地费和人工费都是在烧钱，你签了合同就得按规矩办事。如果演不了，就趁早滚蛋。江婉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信不信我让我爸？大家辛苦了，西门总裁今天特地来探班，给大家准备了下午茶，人人有份。想我了吗？你跑来干什么？这么高调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钱多没处花。我就乐意给你花，喝吧，特意让人少冰半糖。好了，准备拍摄。开始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若若，情绪再饱满一点，再试一次好不好？咔！若若，走位偏了。这词谁写的？根本记不住。咔！若若，这都第3遍了，咱们再来一条行吗？这杯子里的水怎么是烫的？你们想烫死我吗？江婉之，这就是你作为制片人的统筹能力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公报私仇。那杯水是常温的，颜若若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忍不了你还能怎么样？江婉之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这个剧组1天，你就别想安生拍戏。你以为有西门先生护着你就能上天了？我背后可是整个严氏商贸。好，既然严小姐这么不愿意待在剧组，那我成全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剧组。江婉之，你敢开除我？你凭什么开除我？违约金你赔得起吗？他赔不起，我赔。严氏商贸算个什么东西？西门先生，让法务部拟解约合同，立刻把人丢出去。以后 NH 娱乐所有的项目全部封杀此人。江婉之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芝姐，你快看，公司官微发声明了，快去看官方新合照，西门里亲自下场给樊夏宣发，台面直接拉满。这资源这重视度，妥妥 NH 娱乐嫡长子待遇。这声明发的这么快，热度控的这么好，背后肯定有人推波助澜。那还用说，除了咱们那位护妻狂魔的总裁，还能有谁？今天的事，来谢我。如果只是用嘴谢你，你会领情吗？在这里谢吗，宝宝？你正经点儿。才做过的事，害羞什么？在剧组别乱来，本来这些天就产生了不少流言蜚语，要是被人看见，那岂不是和职场潜规则没区别？至于你应该清楚，我不是那种口头上就能满足的男人，光是谢谢2个字可不够。别的方式你想都别想。怎么把哥哥想那么坏？如果宝宝愿意在谢谢后面加个好听的称呼，哥哥应该还是会爽一下。谢谢哥哥，哥哥辛苦了。走吧，剧组今晚聚餐。组里聚餐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想和我单独吃饭？不想。所以我安排了聚餐，现在我们一起过去。万恶的资本家。西门总，您坐中间主位，随意点。哇塞，不说这是剧组开机照，我还以为是江婉英和西门礼晨的恋情官宣照呢。这辈子没见过长得这么顶配的2张脸。江 PD， 聚餐抱着手机玩是要罚酒的哦。来，今天能和总裁聚餐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们必须敬总裁一杯。谢谢。
西门礼琛，你把手机还给我。你自己决定接不接，我不干涉。为什么不接？因为我想给你个奖励。Take my hand now, stay close to me, for you and me. 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江 PD， 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什么？芝姐，你上热搜了！江婉芝这操作也太招笑了吧！让她蹭到一张和西门礼琛的合照，就以为自己要嫁入豪门了，笑死人！谁不知道西门礼琛最烦绯闻，颜若若都被警告了，她算什么？真差！幸好不是接吻被拍了。没事的，芝姐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公关。总裁，这件事关系到您的声誉，公关部门需要征求您的意见。听江婉芝的。上网冲浪也是当了一回手滑姐，这就行了。我怎么觉得江婉芝和西门礼琛有点好磕了？看着我做什么？你们先走吧，我朋友送我回。其实你不用等我的，这样真的很像我们在偷情。难道不是吗？宝宝，你还有个问题没回答我，为什么刚才把点赞取消了？我看那条说我们很配的评论说的挺对的。你不觉得我的做法很讨厌很过分吗？我们分明还没有复合，我却不停地在借助你的权利来达到目的。我是个不负责的坏女人。芝芝，你无法想象我有多想你依赖我，我爱极了你野性外露的样子，因为你背后的男人是我，我会帮你摆平一切。江婉芝，原来你是会感动的，老子还以为你铁石心肠呢。我有那么吓人吗？挺磨人的，忽冷忽热把我吊洒。我也不想这样。芝芝，我知道你一直在逃避复合的事，我向你保证，没有人能再去干涉我们的感情。这次我不想再偷偷摸摸的了，等你决定复合的那天，我们就公开。地下情我也接受，只要是你。西门先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底线了？你比底线重要。我先回去了，有事再联系。芝芝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有话想和你说。我现在不想听。你助理呢？你喝多了让他接你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你有话直说就好，我让迟潇来接你。芝芝，你别害怕我，我没喝醉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江婉芝，我喜欢你，我好喜欢你。从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偷偷暗恋你，但是你好像从未察觉。生日那天很遗憾没找到机会和你表白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你千万别这样，蒋欣琪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们没可能。为什么？我有喜欢的人。西门礼琛。我送你下楼打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是不是他？你冷静点。芝芝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是不是因为他？是不是？芝芝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啊！他妈活到头了敢动他！停手！西门礼琛，乖，听我的，他没对我做什么。果然是我想的那样，他死不了。芝芝，跟我回家。
哥，芷芷姐姐，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？我是不是多余了？哥，我先回房间了，你们慢慢聊。谢谢你帮我，早点休息。宝宝，你在生我的气吗？我没生气，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吓到了？已经没事了。他跟你表白了？我拒绝了。真乖啊，宝宝。不是因为你才拒绝的，我不喜欢他。欲盖弥彰。你怎么会出现？在楼下抽了根烟，一直没看见你家亮灯，有点担心，就想上去看看。你担心的没错。怎么，想和哥哥睡？不是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人已经送医院了，没什么大事，当然要善后，免得江小姐睡觉前一直惦记野男人的生死。你把人打成那样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担心我还是担心他？我担心我自己受牵连。嘴真硬啊，宝宝。明明和我接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不会这么做。那我是不是该奖励你，把人打了还包售后？奖励哥哥一个晚安吻怎么样？被赶出来了。二环有座不错的四合院，已经让人打扫好了，明天别让我在这儿看到你。这是要我搬出去的意思啊？哥要和芷芷姐姐同居了？未雨绸缪。哥，我不想一个人住，也不是不行，要不要弟弟帮你探探口风啊？你希望我和江婉之在一起吗？当然了，我希望你们幸福。你觉得我们会幸福吗？哥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你只需要回答我。一定会的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哥哥是在试探我吗？事情终于是要变有趣了吗？抱歉啊，江小华，昨天喝懵了没接到电话。听说西门李晨把蒋星奇打进医院了，我是真没想到蒋星奇喝醉了会跑去找你啊！早知道他小子能做出那么多事儿，我肯定让人在酒店盯死他，绝不让他瞎跑。原来是你陪他喝的啊！西门不会在旁边听着吧？开免提了。西门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陪他喝酒，单纯是因为我早看出那小子不对劲儿。我就是想帮你劝退他而已，绝对没别的意思。怎么，他的爱而不得，让你感同身受了？去，我可还没被判死刑，你别见不得我好。提醒你一句，现在外面都传蒋星奇是醉酒后摔伤进医院的。至于该怎么向长辈们交代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么大一口黑锅，你就让我一个人背了？人是跟你在一起喝酒的，出了事你当然得负首要责任。还是说你认为蒋星奇会主动说出他昨晚是为什么被打的？那你能不能至少帮我跟秦叔解释一下？他要是以为我在给他找麻烦，秦叔那个视钱如命的女人会杀了我的。你没嘴吗？我说的他要能信才行啊。他压根就不信我。哎呀，头疼死了。挂了。哥，我搬出去可别想我啊。不至于。哦，该不会是因为我总住在这儿，你才让盛行搬出去的吧？怎么会呢？他想一个人住，因为我想你住进来。江小姐想听的是这个回答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去剧组了。晚上还回来吗？再忍忍吧。我知道，咬下去一定会留痕，粉色，很迷人。芝芝，你贴我这么近，我可未必能忍。知道了。宝宝，
以后想撩我，不妨再大胆点。在得到你的许可之前，我会一直容忍，直到你主动。宝宝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好。可是哥哥吃的比较荤，怎么办？宝宝，晚上见。谢了，刚才配合的不错。不客气，配合，无所谓配不配合。江小姐只需要知道一点，无论什么事，你爽了，我会更爽。那要是你有一天发现我真的让你失望了呢？江婉之，在报复心面前，我可以没有道德感，你最好别有背叛我的侥幸心理。我随便问问而已，别这么严肃嘛。当庆祝我第一部电视剧即将开机。别板着脸了，西门先生，你回国才几天，每次见面我们不是吵架就是互呛。因为你心里一直在权衡利弊，江婉之，你敢说重新回到我身边没有一点赌的成分？的确，我需要一个强大的靠山来帮我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。所以呢，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我的那点小心思不是一眼就被你看穿了吗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配合我？因为我只要你。在这个充斥着利益交换的圈子里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感觉至上的人。走吧。江婉之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，傍上了我小叔叔，连我爷爷都不放在眼里了？滚开！装什么清高？你在床上伺候他的时候，也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不会说话，就别把嘴带出来恶心人。江婉之，你敢打我！你这个贱人！啊！经常。西门李晨，我手疼。啊！你还疼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开枪？因为他想报复你，宝宝。今天我要是不给他点刻骨铭心的教训，改天他又这么对你怎么办？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我要他怕，不仅怕我，也怕你。你就不怕他对我们恨之入骨，以后要我们死吗？宝宝，相信我，他要是敢，我今天就不会手下留情。有些人吓破了胆后，注定只是个窝囊废。别要！你别碰我，你手脏死了。宝宝，不是这只手。那也不许碰。我曾一度以为他回国是为了报复我，可是并非那样。他给我的爱热烈盛大，疯狂唯一，甚至让我产生了阶级不再是鸿沟的错觉。我欠他的好像越来越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不走吗？可以抱抱吗？这和挑战回家1分钟不摸狗有什么区别？我靠！救命啊！希望是幻觉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有点急事，先走了，家里交给你们了。宝宝，人走了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没有下次。真的没有吗？小月她再怎么有错，李晨也不该废了他的手啊！当然要封锁消息，一家人自相残杀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是不是说过，西门李晨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？都在等我啊！混账东西！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？那是你表侄！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家法都不顾了吗？家法，我的规矩就是家法。李晨，你太放肆了！你真以为你在华尔街有了点资本，就可以不把整个家族放在眼里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的所作所为，已经让严家和傅家对我们极其不满了？不满，
那就让他们憋着。如果谁敢对江婉之动手，傅恒月就是下场。你真的要为了那叫江婉之的女人和我们整个家族决裂？不是我要决裂，是你们最好祈祷他能一直平平安安。他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拉整个家族给他陪葬。江PD红光满面的，昨晚睡得不错。池少有何贵干？我听说昨晚西门回老宅，为了你跟老爷子大吵了一架，差点把家里的房顶给掀了。江婉之，西门这小子是真的栽在你手里了，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别告诉我你只是在利用他。他为了我和家里吵架了。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只知道我不会让他输。江 PD， 颜若若的团队在网上放话了，说我们剧组过河拆桥，现在根本没有稍微有点名气的女演员敢接这个恶毒女配的角色，这可怎么？导演放心，人我已经找好了。导演好，我是许清夏，随时可以试戏。这气质太绝了，这简直就是剧本里走出来的恶毒女配啊！江 PD， 你从哪儿挖来的宝藏？接下来好戏开场。太稳了，江 PD， 你这眼光绝了，她比颜若若演的好100倍，这气场完全压得住场子。她本来就是个被低估的好演员，缺的只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卡，这条过非常完美。怎么样，没给你丢脸吧？不仅没丢脸，还狠狠打了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的脸。师姐，颜若若的团队果然坐不住了，他们买了大量水军，在网上黑我们，说我们剧组随便找了个演傻白甜的胡咖来顶替，肯定会把剧毁了。让他黑，黑红也是红。把刚才夏夏试戏的一小段花絮直接放出去，不需要买通稿，让网友自己看。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许清夏吗？这反派气场太带满了吧！颜若若的粉丝别洗了，这演技简直是降维打击好吗？这部剧我追定了，全员狠人啊！今天剧组进展很顺利，非常顺利，颜若若算是彻底翻篇了。既然工作上的麻烦解决了，那江小姐是不是该兑现一下承诺，好好奖励一下我这个背后默默付出的地下情人了？怎么了，宝宝？我想好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又想甩了我？西门李晨，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可以不再是地下情人。芝芝，我爱你。李晨为了那个女人，已经彻底疯了。他居然敢威胁要把整个家族赶出京北！父亲，现在李晨手里掌握的对冲基金财力太恐怖，我们不能和他硬碰硬。那是他太年轻，不懂豪门的根基是怎么运作的。既然他非要那个女人，那我们就断了他的退路。关于李晨的妻子，家族内部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，是那位在海外金融圈举足轻重的小姐。只要李晨和她订婚，就能彻底稳固我们的财阀势力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摆平那个姓江的小丫头，如果她不肯自动离开，那就让她彻底消失。查，今晚跟着的所有车辆一个不留，全部带回来。是，慢住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醒了，西门太太。谁是你太太？别乱讲！昨晚在落地窗前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闭嘴！宝宝，既然重新开始，那这套房子就是你的。今天我就让人去你公寓把行李搬过来。同居会不会太快了？
而且我现在还在筹备凡夏，每天住你这儿太惹眼了。我西门李晨的女人，凭什么要藏着掖着？江婉之，从今天起，不许你再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西门李晨，你疯了！停在这里干什么？接我太太上班，理直气壮。下班我来接你，去吧，宝宝。混账！简直是把西门家的脸面放在地上踩！他这是在向整个家族宣战。父亲，李晨现在是被那个女人彻底迷了心事，陆家的千金马上就要回国了，他搞出这种花边新闻，陆家那边我们怎么交代？爸，李晨脾气倔，我们越是逼他，他越是逆反啊！逆反？那是他没吃过苦头。他真以为护得住那个女人？立刻通知集团财务部，全面冻结 NH 娱乐凡夏剧组的所有资金账户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们西门家的钱，他江婉轩拿什么清高？直接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总部财务部刚刚下发了紧急通知，把我们凡夏剧组的专属资金账户全部冻结了，连场地费和明天的设备租赁链都付不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之前谈好的几个跟投方突然集体反悔，要求撤资。师姐，这明摆着是上面有人要整死我们啊！要不你赶紧给总裁打个电话求救吧，只要总裁发话，财务部肯定不敢卡我们。求救？这就认输，岂不是如了那些老顽固的愿？师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没钱，剧组明天就要停拍了。他们以为卡住资金就能逼我江婉芷低头？天真！雪涵，通知各部门正常运作，钱的事我亲自去抢回来。天哪，那不是陆氏财阀的千金陆欣冉吗？他怎么来我们公司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听说昨天西门老爷子发了极大的火，连夜把他从华尔街请回来的。这可是西门家族内部唯一认可的正牌未婚妻。完了完了，郑姑娘娘杀上门了，江 PD 这回是不是要遭殃？把公司里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闲杂人等都给我清理干净，我陆欣冉的地盘容不得脏东西。是，陆副总。你就是江婉之，长得倒是有一副狐妹子样，难怪能把男人迷得连规矩都不顾了。我是凡夏的总制片人江婉之，请问这位坐在总裁位置上的小姐是哪位？我是 NH 娱乐新上任的副总裁，也是西门家族注资千万的代表陆欣冉。江 PD， 凡夏剧组的资金账户今天早上已经被全面冻结。好几个资方集体撤资，作为一个连剧组运转都保证不了的制片人，你是不是该引咎辞职了？那是总部财务部故意卡我们的钱，根本不是直姐的错。主子说话哪有狗插嘴的份儿？给我滚出去！陆副总好大的官威啊！不过 NH 娱乐姓西门，不姓陆，想开除我的人。你还不配，我不配。江婉之，你一个破产千金，背着一身烂债，真以为靠着爬上男人的床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这是一份千万级别的注资对赌协议，只要你立刻辞去凡夏总制片获的职务，拿着这笔遣散费滚出京北，我可以考虑让这部剧起死回生。江 PD， 要不您就退一步吧。陆小姐带来的资金是我们得罪不起的呀。千万注资，陆小姐还真是财大气粗。不好意思，我江婉之的剧从来不缺钱，
这是我昨晚连夜谈下的3家海外风投基金的注资协议，资金已经全部打入剧组的备用账户。陆副总，你的钱还是留着给自己买点教养吧。江婉之，你以为找了几个破风头就能和我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不仅是空降的副总，我更是西门乾坤老太爷亲自盖章定下的西门礼晨未来的妻子。你不过是他养在外面用来气家里的一个见不得光的玩意儿，只要我点点头，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现在我以未来老板娘的身份命令你，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家公司！哎，这下江婉玉完蛋了。就是啊，陆副总可是西门的未婚妻啊。未来老板娘，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的男人除了我，谁也别想碰。贱人，你敢跟我顶嘴！你哪只手敢落下去，我今天就废了哪只手。李晨，你怎么来了？吓到了没？没有，就算你不来，他这一巴掌也落不到我脸上。怪我来早了，打扰西门太太发挥了。西门太太，李晨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干了什么？她把樊夏剧组的资金链弄断了。我是爷爷亲自派来帮你稳住大局的，我带来的可是1000万注资，只要她滚出公司，这笔钱立刻到账。我是为了你好。1000万，区区1000万，我西门礼晨动动手指就能赚回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拿这种垃圾来要挟我的女人？西门礼晨，我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为了一个破产千金，连西门家族的颜面都不要了吗？未婚妻，谁定的？你找谁嫁去？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在 NH 娱乐，芝芝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，谁敢让她受半点委屈，立刻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至于你，现在立刻滚出我的视线。西门先生刚才威风啊，不过未婚妻都找上门了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宝宝，你吃醋了？谁吃醋了？我只是不想莫名其妙变成破坏别人家族联姻的第三者。江婉之，你听好，我西门礼晨这辈子没有未婚妻，只有一个妻子，那就是你。那些老东西想用联姻来控制我，简直是做梦。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你只需要安心做你的制片人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要是剧组再被卡资金，我拿你是稳。那我整个人赔给你。盛行少爷，陆星冉在 NH 娱乐吃了大鳖，西门老太爷那边气得砸了书房。目前樊夏剧组的资金虽然被西门总裁补上了，但我们在剧组内部安插的人已经就位了。哥哥也真是的，明明知道家族那些老狐狸会反扑，还这么高调的把芝芝姐姐推到风口浪尖，他根本保护不好的。只有我才能给他最绝对的安全感。去，给剧组加点料，让芝芝姐姐知道，哥哥的羽翼护不住的。芝芝姐姐，我看你一上午都没喝水了，特意来探班。盛行，你怎么来了？俱乐部今天不忙吗？想来看看你。哥哥最近工作忙，我怕你一个人在剧组太辛苦。这笔记收进头上。芝芝姐姐，盛行，你流血了。芝芝姐姐，你没事就好。对不起，都是为了救我。这灯架好端端的怎么会掉下来？我一定会查清楚。芝芝姐姐，
你别查了，也千万别告诉我哥。为什么？这么大的安全事故，必须严查。我怕哥哥知道后会发疯。芝芝姐姐，你不知道，哥哥一旦生气，手段有多残忍。傅恒月在德国的治疗，哥哥特意吩咐了医生，不给他用任何麻药，让他每天清醒地感受骨头被重新打碎拼接的痛苦。傅恒月现在已经快被折磨疯了。哥哥只要想控制一个人，就会不择手段。芝芝姐姐，我只是担心他极端的占有欲，迟早有一天会伤害到你。连个人都看不住，灯架掉下来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？全给我拖下去，废了他们的一只手，再沉到南疆去喂鱼。先生饶命！先生，先生！住手！宝宝，有没有伤到哪里？灯架掉下来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我没事。西门李晨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极端，动不动就要废人手脚要人命？这是剧组的意外，和他们无关。意外？江婉之，你以为在我的眼皮底下有什么意外是巧合？我是为了保护你。保护我，就是要用这种血腥残暴的手段吗？傅恒月是这样，这些保镖也是这样，你这到底是保护还是让人窒息的控制？谁在你面前嚼舌根了？西门盛行。这和盛行没关系。江婉之，你可以骂我疯子，可以觉得我残忍，但你这辈子都休想逃出我的手心。宝宝，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，但你不能怕我，因为我把所有的软肋都给你了。陆副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给业内所有服装品牌施压，禁止他们为江婉之的凡夏剧组提供任何赞助。江婉之不是骨头硬吗？我倒要看看一部现代都市剧，连像样的衣服都借不到，她拿什么牌？可是秦舒小姐名下的凡盛品牌不仅没有解约，还公开宣布全线赞助凡夏。秦舒，一个连家族继承权都拿不到的边缘人物，也敢跟我作对？立刻通知我们陆氏旗下的所有代工厂和面料供应商全面断供凡尚，我看他秦舒拿什么交货！怎么，公司快被陆欣然搞破产了，都不肯给我打个电话求救？石少爷很闲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不用我管，你知不知道陆家在海外的资本有多巨大？你那点家底，他们动动手指就能碾碎。那也是我的事。池潇，你赶紧走，别把你池家卷进来。老子已经卷进来了，这是池家名下最核心的纺织供应链，加上30亿的现金流对赌协议，陆欣然断你的供，老子给你补上30亿。池潇，你疯了吗？为了帮我得罪陆家，你家里那些长辈会扒了你的皮。我是疯了，我从爱上你的时候就疯了。你别胡闹，这合同我不能签，你马上拿回去。秦舒，你听好，老子的钱，老子的人，全都砸在你身上，你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休想摆脱我。江 PD， 昨天谈好的几个小品牌也突然变卦了，说是怕得罪陆副总。下一场戏的晚礼服到现在还没着落。哎呀，咱们江大制片人怎么愁眉苦脸的？要是剧组连衣服都买不起，不如去天桥底下淘点二手货。陆欣然，你别欺人太甚！你用资本恶意打压，算什么本事？江婉之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西门李晨能给你补资金，但他总不能替你去缝衣服吧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来求我，然后滚出 NH 娱乐。陆副总，话别说得太满，小心闪了舌头。江校花，凡尚品牌当季全球限量高定，全线送达，连你们剧组群员的袜子，我们凡尚都包了。秦舒，你的供应链不是已经被我断了吗？你怎么可能交得出货？陆副总的手确实长，可惜啊，你算漏了一步。老子的女人，老子砸30亿护理，你那点破资本，在京北池家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。秦舒姐，看来你这棵铁树终于是开花了啊！哎，等，轻点。
你母亲还真是雷厉风行。陆欣冉刚在公司吃了瘪，这鸿门宴的请柬就直接送到我手里了。不想去就不去，直接扔了。我西门李琛的太太，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。那怎么行？我都把西门李琛是我的人脉这句话放出去了，这时候认俗，岂不是砸了你的招牌？好，既然西门太太要去砸场子，那装备必须是顶级的。这是上个月在苏富比拍卖会上被神秘买家以3亿高价拍走的绝版高定夜神之泪。神秘买家就是我，去吧，宝宝。就算你今天把茶桌掀了，老子也给你拍手叫好。霍夫人，听说那个江婉之今天也会来，一个破产千金，竟然还敢舔着脸踏进我们这个圈子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唉。谁让李晨哥哥被他迷了心智呢？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罢了。啊！我的天，他身上穿的是苏富比那件3亿的夜神之泪，不可能！他一个负债累累的破落户，怎么可能穿得起真品？江婉之，你穿个高仿假货来参加莫保姆的茶会，是对西门家族的侮辱！陆副总在海外待久了，眼神都不好使了。这件礼服的剪裁和钻石镶嵌工艺，全球仅此一件。你要是瞎了，我不介意借你点钱去挂个眼科。江婉之，你嚣张什么？就算衣服是真的，那也是你勾搭他换来的。你以前可是傅恒月的未婚妻，转头勾搭上了西门总裁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李小姐，与其在这里操心我的私生活，不如赶紧回去看看你们家摇摇欲坠的资金链。你们李氏集团核心账目造假3000万的事，下个礼拜就该见报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还有王太太，您先生在外面养的那个私生子，今年应该快上小学了吧？张千金，你那个引以为傲的未婚夫，昨晚还在夜店给2个外围女开卡座呢。他不是破产了吗？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好吓人，还是别招惹他了。放肆！江婉之，你太嚣张了！你以为仗着李晨的宠爱就可以在西门家面前为所欲为吗？只要我不同意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西门家的大门！伯母，您搞错了一件事，不是我非要进西门家的大门，而是您的儿子西门李晨非我不可。您若真的对我如此不满，大可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立刻滚回国外。只要他肯走，我江婉之绝不晚。李晨哥哥，你看看他，江婉之他居然当众顶撞莫伯母。西门李晨，你干什么？出来砸场子也不知道穿双舒服点的鞋，脚后跟都磨红了，我心疼。堂堂西门总裁竟然当众给一个破产女人换鞋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那陆欣然岂不是小三？我西门李晨捧在心尖上宠的女人，不是让你们叫来摆脸色的。母亲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以后谁再敢给他下马威，我就让谁的家族在京北彻底出名。滚！你这个贱人，看我变成残废了，是不是连你也敢嘲笑我？傅少，我没有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骨肉啊！骨肉？老子现在连京北都回不去，要个野种有什么用？都是因为江婉之和西门李晨那对狗男女，老子才会变成今天这个鬼样子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再待在德国我会被他打死的。这个孩子是我最后翻盘的筹码，江婉之，我就是死也要拉你当垫背的。你居然敢偷偷跑回国，西门李晨的人要是发现你，傅恒月的另一只手恐怕也保不住了。
江婉之，你少拿西门礼晨吓唬我！我今天来就是来找你算账的。算账？你一没钱，二没势，现在连傅恒月都像条狗一样被流放，你拿什么跟我算账？我拿我肚子里的傅家增长孙！我已经给傅老夫人发了消息，她马上就到。你说，如果傅家的长孙在你的地盘上被你弄没了，西门家族那些本来就讨厌你的长辈会怎么利用这件事弄死你？孙茜，虎毒不食子，你为了陷害我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下得去手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疯了也是被你逼的。江婉之，你给我下地狱吧！我的孩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！我的曾孙，江婉之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连个未出世的孩子都不放过！奶奶，你要为曾长孙做主啊！给我把这个毒妇抓起来，我要让他血债血偿！老夫人，您这把年纪了，眼神不好，脑子也不好使了吗？看清楚了，是他自己摔地上的，就为了把这盆脏水泼到我头上。不是这样的，奶奶，那是假的，是他陷害我！你这个恶毒的贱人，居然敢拿我们傅家的血脉来做局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把这个女人给我像拖狗一样拖出去，马上送去医院把孽种处理干净。从此以后，绝不允许她再踏入京北半步，否则直接打死！不要，奶奶，我错了，江婉之，我做鬼不会放过你的！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事，他那种低级的手段伤不到我。你不是去开会了吗？底下人汇报说傅家老太太带人冲进剧组了，我哪里还有心思开会？孙茜的事儿我已经让法务去处理了，她故意杀人未遂加敲诈勒索，下半辈子只能在牢里度过。至于傅老太太，我已经停了傅家在南城的2个项目，算是给她个警告。西门总裁还真是雷厉风行，一点亏都不用吃啊！我说过，在我的地盘，谁敢让你不痛快，我绝不会让他好过。今天西门太太智斗毒妇，大获全胜，哥哥是不是该好好奖励你一下？这里是办公室，门已经反锁了，宝宝，你跑不掉。姐姐，你让我尝过光的滋味，就别想再把我推回黑暗里。既然哥哥是你的人脉，那我这个弟弟当你的影子也不错。正行，上次剧组拍摄，多亏了你借给我们的车，才没耽误进度。这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收下。芝芝姐姐，你太客气了，你是我未来嫂子，这点小忙算什么？对了，姐姐，我听说你们新剧接下来有一场很重要的悬崖飙车戏份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实景场地。是啊，京北附近的盘山公路大多不符合拍摄的安全标准和视觉张力，我正头疼呢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西郊那边有一条废弃的盘山赛道，不仅视觉效果极其震撼，而且平时根本没人去，绝对是完美的取景地。真的？那具体位置在哪？位置很偏，导航上找不到的。正好我今天没事，姐姐，我开车带你去实地考察一下吧。盛行，这地方太偏僻了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我们还是先回去，明天我带看景团队再来吧。西门盛行，你干什么？快减速！前面是鸡湾。减速？姐姐，你不觉得这心跳加速的感觉就像坠入爱河一样美妙吗？你疯了！快停车！西门盛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车门打开！
姐姐，你知道吗？3年前在哥哥的别墅里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嫉妒的快要发疯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哥哥的女人。他凭什么拥有你？他只是个只会用强权剥夺别人意志的暴君。姐姐，你不要他了好不好？你看看我，哥哥能给你的我也能给，他有1000亿，我就去抢1万亿给你，甚至我能比他更疯、更听话，更像一条狗一样匍匐在你的脚下。滚开！你让我觉得恶心。好啊，既然姐姐这么不听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死在这里，这漫山遍野做我们的婚床，好不好？车门已全部物理锁死，自毁加速程序启动，倒计时60秒。西门圣贤，你放开我！你这是谋杀！你这个疯子！姐姐，别白费力气了，玻璃是防弹的，你逃不掉的。等时间一到，车子就会以最大马力冲下悬崖，在地下我们也会永远交融在一起。哥哥他连你的骨灰都找不到，你说他会不会嫉妒的发疯啊？救命！西门立尘！西门圣行，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老子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江婉之，等我，我不准你死！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芝芝，宝宝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西门离之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哥哥，你赢不了我的，他留在你身边，迟早会被你害死，他也会像当年那只狗一样死掉。宝宝乖，闭上眼睛，不要看。哥，你打，用力打！你越生气，越失去理智，我就越开心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杀了我又怎样？3年前你失去的一切，再也回不来了。3年前，江家破产，江伯伯跳楼，江婉之跪在西门家大门外求爷爷告奶奶，是我故意给大伯他们通风报信，是我把江婉之的惨状拍下来发给长辈的。还有你去美国那天，暴乱中带走芭比的人也是我安排的。我就是要看着你这个高高在上、完美无缺的太子爷失去挚爱，失去一切，像条丧家之犬一样痛苦。凭什么你什么都能得到，而我只能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？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你不是最喜欢赛车，最喜欢追求极限的刺激？正好，我也给你准备一份回礼。
西门李晨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真的要失去你了。我不死，我还要留着这条命，给我的西门太太当一辈子的裙下针。宝宝，对不起，3年前的真相我都知道了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以后我拿命跟你斗底，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。孽障，都是孽障。老爷子，是你先把我养成孽障的。盛平，你对得起西门家的列祖列宗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爷爷，我做的事儿不都是你们一手纵容出来的吗？我是私生子这件事儿，您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3年前江家出事那天，是我先给伯母打了电话，我告诉他，江婉只是哥哥的地下女朋友。那通匿名电话是你？对，是我，也是我在江婉之跪在庭院外求见的那天夜里，故意让管家把爷请去了前厅，让他白白跪了一整夜。我以为只要他们分手，只要他离开哥哥，我就能靠近他，可我错了。他眼里从来都没有我，不管我怎么做，不管我等多久，他看的永远只有你。你让他跪了一整夜，你让他跪了一整夜，你让他淋着暴雨跪在石板上，你让他为了我把尊严踩进泥里。哥，你生气的时候真想把他所有通讯设备收了，明天一早送出境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终身不得回来。李晨，他再怎么错也是你弟弟。弟弟，爷爷，如果今天躺在车里差点坠崖的是他，被算计的是他，你会怎么处置我？你是在生气，还是难过？江婉之，你当初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？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能怎样？3年前的你打得过你全家吗？从今往后，江婉氏再跪一次，我西门李晨就跪10次。你起来，地上凉。回家。疼不疼？不疼，只要宝宝没事，哥哥就算骨头断了也是爽的。西门李晨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怕死吗？如果今天你的车没有逼停他，如果那辆车也跟着掉下悬崖，江婉之，我怕死，我怕我死了，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拿命去爱你、护你。所以，我不仅要活，还要拉着你一起长命百岁。宝宝，怎么了？
西门礼晨，你说过你的车和人都任我支配，今晚我想彻底支配你。江婉之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累坏了吧？乖，睡吧。西门礼群，怎么了，宝宝？哪里不舒服？西门礼君，我们公开吧。宝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们公开吧。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江婉之是你西门礼晨的女人。一大早的，你在干嘛？在向全网讨要我梦寐以求的名分。你发了什么？我操！服务器崩了！微博服务器崩了！快联系平台扩容！得偿所愿，我的西门太太！我操！我瞎了吗？太子爷亲自下场官宣，来之子文神 ，no one but you， 这他妈是什么神仙绝美爱情？谁说江婉仪是倒贴的？这明明是西门总裁爱惨了！等等，那陆欣冉算什么？西门家族不是一直在传陆欣冉才是未婚妻吗？笑死！太子爷这句我的西门太太，直接把西门家族的脸按在地上摩擦，太刚了！江婉之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你居然真敢让他公开！西门太太，你不配！我不信！反了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他居然敢越过家族，擅自对外宣布那个破产女人的身份，立刻让公关部把热搜给我撤下去，全面封锁消息。父亲，撤不下来了。刚才各大平台都回复了，李晨动用了他在华尔街的资本，直接买断了所有平台未来24小时的开屏和热搜位。这是在向全天下宣告，谁也别想动江婉之分毫。江婉之，你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，逼李晨哥哥发那种微博的？你知不知道你让西门家沦为了全城的笑话？保安死了吗？谁把这种赃物放进来的？李晨哥哥，我才是西门家族认可的儿媳妇。莫太太昨天还说要为我们筹备订婚宴，这个破产女人只会拖累你。陆副总，一口一个西门家族，你是还没断奶吗？时代变了，以前西门家族确实能拿捏我，但现在西门礼晨早就独立于家族之外。你口中那个所谓的儿媳妇名分，除了能拿去骗骗狗，在这个男人面前一文不值。你个贱人，我撕了你的嘴！陆欣然，听清楚了，这条微博不是他逼我发的，是我跪在地上求他，他才肯给我这个名分。回去转告老宅那群老东西，从今天起见芝芝如见火，谁敢给他脸色看，我就掀了西门家的祖坟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连同她的东西一起丢出 NH 娱乐。芝芝啊，爸爸在新闻上都看到了，全网瘫痪啊！
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居然连西门李晨那样的通天人物都能拿下，这下我们江家终于有救了。江先生，3年前江家破产，你卷走家里最后一点现金跑路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国内面对10亿债务和催债的高利贷时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的好女儿？芝芝，爸爸当年也是没办法呀，我要是不走，那些要债的会砍死我的。我现在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现在是名正言顺的西门太太了，只要你跟西门李晨开个口，随便从指缝里漏点项目出来，或者拨个几千万，爸爸就能东山再起。到时候你依然是风风光光的江家大小姐。你做梦！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，马上滚出去，别弄脏了我的地方。江婉之，你个白眼狼！我是你亲生父亲，没有我哪来的你？你信不信我找媒体曝光你，说你飞上枝头就不认亲爹？看你这个西门太太还怎么当！你大可以去媒体面前试试，看看是你爆料的速度快，还是你沉尸公海的速度快。李晨啊，我是芷芝的父亲，算起来你还该叫我一声岳父。岳父，江远，你真以为我留你活到今天，是因为你配当他的父亲吗？3年前，西门家族原本已经准备动用资金保住江氏集团，可是你呢，江远？你为了私吞海外一笔30亿的巨额回扣，主动出卖了我的核心商业机密和在华尔街的绝密行程。是你出卖了他！当年江家破产，不是西门家见死不救，是你为了钱害他。芝芝，爸爸也是一时糊涂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下死手啊！3年前那场差点要了我的命的国外暴乱，根本不是意外，是你父亲联合华尔街资本针对我的一场暗杀。我的狗芭比为了给我探路，替我挡了2枪，当场毙命。我身中3刀，在 ICU 躺了整整8个月。江远，你拿我的命去换你的荣华富贵，你今天居然还有脸站在这里要求他回报你！芝芝，爸爸错了，你救救爸爸，你替我求求李晨，别碰我！滚！我们西门家绝不可能接纳一个杀人凶手的女儿。难怪3年前我跪在西门家门外3天3夜，他们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我去死。原来让我受尽屈辱，让他差点没命的罪魁祸首，竟然是我教了20多年的亲生父亲。不，芝芝，你听爸爸解释，华尔街那些人只说要给他个教训，我不知道他们会动真的。爸爸真的只是想拿那笔回扣填补公司的窟窿，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啊！为了我？你卷款潜逃的时候带走过我吗？你拿着他用命换来的脏钱在国外逍遥快活的时候，想过我在国内被催债的高利贷逼得要跳楼吗？你不是为了我，你就是个自私透顶、贪得无厌的畜生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江婉之，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没有老子生你养你，你能有今天这张脸去勾引西门李晨？你今天必须给我钱。这是我这3年做制片人赚的所有积蓄，这笔钱买断你的生恩，从今往后我江婉之没有父亲，我们恩断义绝。你以为这点钱就能打发我？我告诉你，把他拖下去，移交商业犯罪调查科和国际刑警，把他当年怎么拿的钱一笔一笔给我查清楚，我要他把牢底坐穿。不，芝芝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爸，西门李晨，你不能。宝宝，别怕，没事了，垃圾已经处理掉了。别碰我，西门李晨，你别碰我！江婉之，这跟你没关系，那是江远造的孽。怎么没关系？我是仇人的女儿，我有什么资格心安理得的享受你的保护？你让我觉得恶心，我恶心我自己。江婉之，
都不放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当年受了那么多苦，我怎么有脸说爱你？我根本不配！江婉之，你听好，3年前是我心甘情愿把命交给你，3年后也一样。宝宝，你不需要替任何人赎罪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依靠。没有你，老子宁可死在3年前的华尔街。当时一定很疼吧？早就不疼了，只要能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，这点伤算什么？更何况，这点伤能换来西门太太这么心疼我，值了。西门礼晨，以后我拿命疼你。江家欠他的，我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他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破产千金，谁敢再动西门礼晨一根手指头，我要他倾家荡产，万劫不复。雪寒，通知全族，樊夏不仅不撤岛，还要提前引爆宣发。另外，给我去查陆星冉家族企业在内地的账目流水，越深越好。他既然敢在这个时候联合我大伯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做空我的资产，我就要连他背后的陆家一起连根拔起。大伯，西门礼晨为了那个破产女人，已经彻底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。既然他护着江婉芷，我们就先毁了他的根基。你想动用华尔街的资本做空他？对，我陆家出面联络资本，在樊夏开播的同当期，全网放出江婉之的黑料，只要樊夏抵制升起，他名下的挂靠资产必将暴跌。我要让他再次背上10亿巨债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好，我会在内部冻结李晨的救援资金。这次，我看他拿什么保那个女人。江 PD 出大事了，樊夏马上就要首播，网上突然爆出大量你的黑通告，说你是老赖之女，靠身体上位，甚至造谣我们剧组洗钱。还有，你名下挂靠的几家影视公司股票遭到海外资本恶意做差，已经跌停了，资方电话快把公司打爆了。慌什么？可是再跌下去，你不仅会破产，还会面临巨额违约金啊！让他跌，跌得越惨，他们砸进来的钱就越多。总裁，陆家和西门副董联手了，初步估计砸了近100亿做空资金，我们要不要立刻入场护盘？不护，把我们的资金全部隐匿到离岸账户。西门太太，鱼咬钩了。我刚拿到了陆星冉家族企业在内地的税务造假案账，既然他们想玩资本游戏，我们就陪他们玩一局大。就按你说的办，我用华尔街的暗线布网，你负责收网。这次，我要陆家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消失。欣然姐这招真高，江婉之现在的资产已经蒸发1大半了，樊夏绝对没人看。他以为爬上李晨的床就能飞上枝头，今晚过后，我会让他跪着求我给他留条活路。陆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江婉之爆仓了？不是，是我们在2级市场的做空资金，突然被一股不明海外资金全部吞走了。我们被樊夏做空了！你说什么？不仅如此，网上关于樊夏的黑料被全部清空，现在热搜第一是您家族企业偷税漏税的实名举报信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。江 PD， 社党的通告已经拟好了，真的要发吗？如果一发，外界就彻底认定我们输了。发。婉之啊，商场如战场，你既然惹了陆家这种不该惹的资本，这部戏就只能当成弃子了。李晨，你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拿整个家族的流动资金陪葬吧？
大伯，算你狠！家族资金被你冻结，我认栽。宝宝，戏演的真不错。西门宇和陆家已经把全部底牌都砸进做空池了，我们的网该收了。王总监，陆家涉嫌利用内地影视项目洗钱、偷税漏税，你作为财务一把手，现在想拿着假护照跑路，不觉得晚了吗？江婉之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凡夏是我的项目，陆欣然想在我的盘子里做手脚洗脏钱，真以为我这个总制作是个瞎子？交出陆家的真实内账和偷税 U 盘，否则不用等警方抓你，澳门的债主今晚就会要了你的命，我保你活命，或者你替陆欣然死，自己选。不可能！江婉之明明已经快破产了，西门家的资金也被大伯冻结了，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海外注资？凡夏错控我们！陆欣然，你大伯冻结的只是 NH 娱乐的公账而已，你是不是忘了西门李晨是华尔街的通天神，他个人的对冲基金买下你们10个陆家都绰绰有余。江婉之，你敢将计就计，联合他算计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保安，保安死哪儿去了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天哪，这全是陆氏的绝密内账！股市被反向做空，现在又爆出这种实锤证据，陆家这次是彻底翻不了身了。关掉！快给我关掉！江婉之，你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东西？你这是伪造的，这都是假的！伪造？很不巧，刚才进门之前，我已经把这份大礼的完整配份同步发送给经侦大队和税务局了。陆副总，准备好去牢里做你下半辈子的财阀千金梦。曾有人告诉我，资本的傲慢可以摧毁一切，但今天凡夏的成绩证明了一件事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傲慢一文不值。恭喜西门太太，这一战赢得漂亮。现在的江婉之是真正的资本女王。西门总裁，既然我现在也是资本了，以后就不劳你费钱包养了。用完就想跑，江婉之，你这辈子都休想。既然你不差钱了，那以后换你包养我。江婉之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害得小月断了手，流放国外，你现在居然还有脸踏进我傅家的大门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傅老夫人，省省力气吧，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犬吠的。你仗着西门李晨给你撑腰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哼，西门李晨对付你们傅家还用不着他出手，我江婉之自己就是最大的底气。看清楚了，3年前傅家借给江家的10亿资金，连本带利一共11亿2千万，一分不少，我已经全部打进了傅氏集团的对公账户。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你一个破产的落魄千金，怎么可能？
时代变了，老夫人，当年的债本息结清，从这一秒开始，我江婉之再也不欠你们傅家分毫。当年你们施舍的联姻，还有这3年我受的屈辱，今天彻底两清。以后如果在商场上遇见，不用再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因为下一次我会直接碾死你们。我们走。逆子，简直是逆子！为了区区一个破产的女人，竟然动用华尔街的资金把陆家逼到绝路。你知不知道陆家一倒，西门家在海外的利益链断了多少？爸，李晨现在是被那个江婉之迷了心窍，根本不把家族利益放在眼里。按照族规，吃里扒外损毁家族根基者，必须动用家法，剥夺一切职务。来人，去把那个畜生给我绑回来，受30家法。绑我？老头子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还没睡醒？不用你剥夺我的职务，因为从今天起，西门家族核心产业的67%股份已经被我全资收购。现在，我才是西门财阀的绝对控股人。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钱强行收购长辈们手里的股份？这合同是假的！大伯，你挪用家族公款在海外填补你那个私生子的赌债，还有各位叔伯在南非矿区吃回扣的烂账，需要我把原件交一份给国际刑警吗？你早就查清了我们的底细，你一直都在做局。爷爷，你引以为傲的西门家族早就被这群蛀虫啃空了，我不过是借着打压陆家的机会，顺手把你们的遮羞布撕下来而已。你们这群畜生！爸，快来人啊！叫救护车！李晨，就算你爷爷倒了，你现在掌了权，但西门家几百年的基业绝对不能落入外姓人之手。江小姐，既然李晨非你不可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可以退一步，签了这份婚前财产隔离协议，证明你嫁进西门家不是图谋他的千亿资产，签了它，我就同意你们进门。李晨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名下有多少资产？如果不签协议，妈，您弄错了一件事，现在根本没有西门家的资产，只有我西门李晨的个人资产。这里面是我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全部股权，全球17个稀有矿脉的所有权，以及我在各地的不动产。我已经全部签署了无条件转让书。你把全部身家都给他了，那你自己还剩什么？我的一切都是我太太的，包括我自己。妈，您要是真想签什么财产隔离协议，不如先问问我太太，以后愿不愿意每个月给我发点零花钱。看你表现得好，你的零花钱本小姐包了。江 PD， 凡夏的海外版权也全部高价卖出了，还有陆家宣告破产清算，西门财阀那边的交接极其顺利。西门李晨呢？还没来公司。西门总裁已经失联3天了，连他的特助都在找他，说是有几份千亿级别的并购案等他签字，电话根本打不通。硕大一个财阀掌权人，说没就没，随便他，死了最好。对不起，
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干什么？江 PD， 别工作了，凡夏爆棚，我们今晚必须去庆功。就是，嫂子，哦不，江总，包厢我都订好了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去。秦叔，你放手！西门李晨失踪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心情庆功。哎呀，陈哥那么大个人丢不了。走，先上车。你们带我来大学的游泳馆干什么？秦叔，青夏，别闹了！失联3天，是为了去南非亲自盯着这颗石头切割打磨。回来晚了，对不起。这颗钻石的名字叫群下之辰。江婉之，老子当了你这么久的狗，该给我一个合法的名分了吧？西门李晨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庆祝我们最牛的江 PD 明天就要彻底告别单身，被西门总裁那个包君彻底套牢，干杯！干杯！嫂子，过了今晚，你可就只属于陈哥一个人了，且单且珍惜啊！说的好像我要去上刑场一样。青夏，你神神秘秘把我拉过来，就为了喝顿酒？怎么可能？今晚可是你最后属于自由的单身夜。作为你最好的闺蜜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干巴巴的喝酒？场子热起来，小哥哥们都给我进来，把你们的绝活都给江 PT 亮出来！今天全场消费我买单！西门总裁，陈哥，那个嫂子明天的婚礼太紧张，青夏办了个单身派对，给她放松一下。滚出去！10秒钟之内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了。西门李晨，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回家收拾你。西门李晨，明天还要早起试婚纱，你别乱来。单身派对，腹肌男模，终极压轴大礼。江婉之，长本事了啊！青夏他们瞎胡闹的，我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。老公，我错了。晚了，看别的男人。
江婉之，从今往后，我西门李晨的命，我的灵魂，我的所有，都永远臣服于你。西门李晨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江婉姿女士为妻？无论顺境逆境，富裕贫穷，健康疾病，都将永远爱她，珍惜她。No one but you， 除你之外，再无他人。No one but you。该死，这孕妇止吐汤到底先放姜片还是先放陈皮？不管了，全放进去。老公，只是孕吐，不是绝症，你别把厨房炸了。怎么不在床上躺着？鞋也不穿好，着凉了怎么办？因为想你了。一点想你，一遍一遍慢慢累积，堆积着永恒的记忆。